帮粉丝老妈把这住了10年堆积如山的房子恢复到原来干净整洁的家第14天，终于开始收拾厨房了。昨天已经把这个台面还有抽屉里的东西都给它清出去了，并且把油烟机、煤气灶、碗篮那一面墙全都收拾干净。今天接着干，先把这个垃圾桶给它清出去，然后再清橱柜里的东西。我看了一下这几个橱柜，最多的就是调料了，占了一大半的空间。听小姐妹讲，这都是口罩期间留下来的习惯，不管是什么东西，家里的货囤的足足的才有安全感。听阿姨讲，有一些放在里面都好几年没往外掏过了，趁着这次机会给它往外挑一挑。昨天的视频好多人都说这个厨房和屋里的装修风格简直像2个家，还以为我又开启了新地图呢。因为我第一天来的时候，叔叔阿姨是说好的不收拾厨房的，所以一开始我就没给你们发厨房的现状是啥样的。现在是叔叔阿姨看到其他的房间都收拾干净了以后，我一提收拾厨房，他们就爽快的答应了。这些全都是从厨房的柜子里面拿出来的调料，一共装了5个大口袋。好多人都说这个厨房是又脏又破，东西还多，一点也不像之前说的爱干净的人居住的地方。其实我刚开始第一天来的时候，这个厨房还没有这么乱，这不是已经在这收拾了半个月的时间吗？他害怕我们收拾完找不到他们想要的，所以就把很多东西都放到这个厨房里来了。厨房里所有的东西都清出来了，拿出来以后，阿姨都有点懵了。一个6平方的厨房里面居然放了这么多的东西，这还是有些碗筷在洗碗机里没拿出来呢。阿姨说把那些过期的和不喜欢吃的调料挑一挑，给它扔出去。这个家因为屋里的东西太多，已经有10年没有大清除了，有些东西放到柜子里面也是多年不动，好多调料都是过期的，时间最长的得有7、8年的时间了。挑出来这一堆不要的，这是昨天2个抽屉里的东西，阿姨已经倒下去了。这个架子上也被阿姨塞了一些她各种不舍得扔的东西。我看有几件小孩的衣服是我准备要扔，她捡回来拖地用的，还有一些是我们问她还要不要的，她就随手放到这个架子上了。下面这层几乎都是一些洗护用品，我看那些日期大部分都是过期的了。一共挑出来这些不要的，阿姨把那些锅碗瓢盆挑出来了一些她不喜欢的，这些全都不要了。在架子里面所有的东西都给它清出去了，只留了一个架子，阿姨说留着放个菜啥的，有个矮的调料架给扔出去了，然后那个高的拆掉了一层。厨房能扔出去这么多，真的是在我意料之外的。本来我还以为厨房可能就是把东西拿出来，然后清理干净，再原封不动的给它放回去，我真的是没想到扔出来了这么多。昨天这3个抽屉只擦了1个，把其他2个再给它擦出来。应该好多人都是看了这个抽屉才觉得这个家里面是又脏又乱。阿姨说平时只看到上面还算干净，真没想到下面已经变成那个样子了。阿姨家2个炒菜的锅，我看锅底都挺黑的，我准备也一块给它清理出来，先敷上一个，这个整干净了以后再整另一个，别耽误他们做饭用。叔叔阿姨一天3顿饭全都是在家做。好多人都说这个厨房太脏了，其实我觉得叔叔阿姨保持的还可以，就从昨天收拾油烟机、煤气灶那面墙就能看出来，只有上面脏，下面还是挺干净的。但是说他每次做完饭以后，那个油烟机、煤气灶都用抹布擦一擦，然后隔个10天半个月的那个油烟机再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洁。那个墙上他确实是没擦，因为它太高了，70多岁的人爬上去也不太方便，可能也就是每年年前大扫除的时候能清理一遍吧。昨天评论区好多人都说，其实叔叔阿姨这样就算是不错的了，70多岁的人了，在姑娘生病的这几年能够包容陪伴她走出来，并且照顾她，还要照顾她的孩子，已经是完胜了很多的老人了。别说是他们了，等到咱们到70多岁的时候，可能还赶不上他们呢，到时候有可能连饭都不愿意做，别说打扫卫生了。还有就是可能每个人对爱干净这个定义不太一样，要求也不一样。比如说在叔叔那里，只要是面上没有东西干净就算是合格了，可能有些细节做的不到位，但是叔叔爱拖地，我是发现了，他这一天拿着拖布拖地能拖个3、4遍，而且在这个家里面大部分都是叔叔在收拾卫生，阿姨就是一个幸福的小女人。这个地方坏了，等到后期给他打一下玻璃胶再给他粘住。这个纱窗又是叔叔帮忙冲的，叔叔阿姨之前不让收拾，一直觉得自己可以干，就不想麻烦别人。你们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说服他们2个让我收拾厨房的？所有的房间都打扫了一遍以后，就只剩厨房了，然后就跟叔叔商量，
我说你们家太干净了，然后其他的房间几乎没带进品区，我也没怎么挣钱，就剩那厨房和卫生间可以带品，然后你还不让我收拾了，那我就挣不到钱了。叔叔阿姨一听啊，是这么回事啊，那你快收拾吧。后来他们就觉得厨房那个柜门太影响效果了，之前叔叔就想贴纸嘛，他说要不然我把纸买回来把那个柜门也贴一贴吧。但是我觉得贴纸的效果真的不好，而且它的橱柜不是平的，那种欧式的，贴起来的时候更麻烦。所以我后来就跟叔叔讲了，可以买一块板，给它裁成尺寸，然后封一些边儿，直接安上就行，这样省事儿，打理起来好打理，然后看着也比那个壁纸好看。橱柜下面这个挡板里面也给它擦了一下，我量了一些尺寸，就是橱柜所有的柜门换下来以后，一张板就够了。再加上封边的话，可能200块钱就能搞定。我这么一说，叔叔阿姨还挺开心的。所以叔叔听完以后，立马就出去买板去了。我们在家就把这个柜门直接给拆下来了，这样也不用擦了。这是阿姨之前买的防潮纸，她说正好给它贴上。我说这个纸粘上以后撕可能就不好撕了。阿姨说不好撕就不好撕吧，等以后就换橱柜了。所以头一天要回家之前，用了半个小时加班把它贴了大部分的橱柜，就想着第二天来的时候干活快一点。结果经过一宿的思考，阿姨也觉得贴完这个纸以后打理的时候不好打理，还不如就这样光着木板好整呢。所以早上第一时间到这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这个壁纸给它撕下来了。结果这个抽屉一拿下来，才发现里面这么脏。之前只是擦了抽屉里面，没把它拿下来。这个位置正好是在油烟机的下面，应该是煤气灶漏下来的油，喷上了点油污净，一遍就给它擦干净了。你们买这款油污净的时候，不管在哪买，一定要认清楚它那个净肤声的3个字。现在有好多仿牌子，就是不管瓶子呀、颜色呀什么的都是一样的。可能就会偶尔在前面多一个字，这把字变一变，其实它都不是正牌的，都是仿的。我发现了好多种了，不下10种，所以买的时候一定看清楚点，特别是那种便宜好多的，肯定不对。大叔出去找了第一家，说是得400多块钱，我就感觉太贵了，正常一块板100多块钱就够了，然后哪有封边比板还贵的，所以我就在网上找了一家，本来是想让人家裁完了以后直接送过来就行，结果大叔不放心，还是自己跑过去了。第一次板拿回来的时候，可能我尺寸量的不太准吧，安上以后重叠了1公分多，调了好几次也没有调过来。我是按照它原来的板量的，然后折页也是原来的折页，不知道为啥安上以后就重叠了那么多。后来没有办法，又把板送回去再重新裁的，耽误了得有4、5个小时的时间吧。是想着先安门子，然后后归纳东西的，所以就变成了先归纳东西后安门子。但是这3个抽屉的尺寸是正好的，是用气钉枪打的嘛，这次直接买的胶码给它连上了，这样是比原来那个气钉枪还结实。好多人说专业的事就要交给专业的人干，换门就应该找人来换，但是我感觉找人来换的话，200块钱肯定是搞不定。安不了门也不能在这干等的，我们就把所有的东西给它洗干净，归纳到柜子里面，留下来的东西还是不少，就等以后慢慢消耗吧。这个盘子碗我本来想让阿姨摆，我说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摆，阿姨说你就直接给它放进去就行，都摆上也放不过来，放筷子的放刀的也一块给它刷出来。马上就黑天了，这个柜门才回来，到家我就开始迫不及待的安装了。
这一次才完正好。以前我也按过出门都没出错，不知道为啥这次量到门还反而错了。这个电钻是叔叔给我租来的，他说扭螺丝太累了。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电钻都可以租的，下次出去干活如果再需要它的话，是不是也可以去租了？真的能省老多时间了。上次我在四川的时候全程都是扭的，最后扭完了以后手都起一个大泡。之前就好多人提醒我买一个小的可以带的，但是坐高铁呀、飞机什么的都不行，这样能租的话就挺好的了。按完以后把这个门上下左右的都给它调了调，把这个膜一撕，厨房就算是完成了。就是那个油烟机桶还没来得及换，还有打胶啥的有点小活，那个等明天有时间再整就行。阿姨说这个柜门一换又可以用10年了，来看一下前后对比吧。